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大白话中文，我是甜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杰。阿杰，你看我今天的黑眼圈是不是特别明显？确实有点重，怎么了？最近没睡好吗？期末快到了，我最近每天复习到凌晨1、2点，感觉脑子都要爆炸了。期末季啊，这3个字一说出来，我就想起我的大学时光了。你不是才毕业2年吗？说的好像过了很久似的。2年说长不长，但上班以后再回想大学，感觉真的像是上辈子的事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学生活，我正好可以吐槽一下，你也可以怀念一下。好啊，我觉得不管是正在上大学的，还是已经毕业的，这个话题应该都很有共鸣。那我们从大一刚入学开始聊吧。你对大一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军训，毫无疑问是军训。对，军训简直是大学的第一关，还没开始上课呢，先把你折腾个半死。你们军训多长时间2个星期，每天早上6点集合，晚上6点才结束。我们也是2周，当时是9月初，太阳特别毒，站在操场上感觉自己要被烤化了。站军姿是最可怕的，半个小时不能动，不能说话，连蚊子咬了都不能打。我记得我们班有个同学站军姿的时候突然晕倒了，把大家都吓了一跳。我们也有，教官说每年都有人晕倒，让我们早饭一定要吃饱。你们教官严格吗？超级严格，谁的动作不标准就被单独拉出来做示范，那种感觉特别社死。我们教官导是挺有意思的，表面上很凶，但休息的时候会跟我们讲笑话。你们教官是不是也会说那句经典台词？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。哈哈，这句话是不是全国教官统一培训过的？我们教官也说过。军训结束以后，我看了一下自己的照片，军训前白白净净的，军训后黑了整整2个色号。我比你更惨，我军训前后的照片放在一起，我妈差点没认出来。不过军训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认识了同班同学。对，因为一起顶着太阳受苦，大家反而很快就熟了。我的几个好朋友就是军训的时候认识的，到现在关系都很好。一起扛过的苦，确实是最好的友谊催化剂。说到交朋友，那就不得不聊聊室友了。室友绝对是大学里跟你关系最近的人，毕竟每天一睁眼就看到对方。你大学住几人间4人间，上下铺。你呢？我也是4人间，我是上铺，一开始还怕掉下来，后来习惯了。上铺最大的问题不是掉下来，是半夜想上厕所要爬下去，特别痛苦。真的，冬天的时候尤其不想动，好不容易钻进被窝暖和了，又要爬下去。你们宿舍几个人相处的怎么样？我们宿舍氛围还不错，4个人性格虽然不一样，但很合得来。那你挺幸运的，我听过很多宿舍矛盾的故事。你们宿舍呢？别提了，我有一个室友，每天晚上戴着耳机打游戏，但他不知道自己说话声音特别大。那种人最让人崩溃了，他自己觉得很小声，其实全宿舍都听得到。每天凌晨1、2点，他突然来一句：“快来救我，我要死了！”我每次都被吓醒。哈哈，那你们没说他吗？说了无数次，他每次都道歉，说下次注意，但第2天照旧。后来怎么办？后来我就买了一副隔音耳塞，从此世界安静了。这算是自救了。我们宿舍虽然没有打游戏的问题，但有另一个挑战。什么？我有个室友特别爱干净，每天都要拖地、擦桌子。如果有人把东西乱放，
他会忍不住帮你收拾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免费的保洁阿姨。一开始我也觉得挺好，但时间长了会有压力，因为你会觉得自己不够整洁，对不起他。能理解，相处就是这样，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。不过我们后来聊开了，大家互相妥协，就没那么尴尬了。这就是大学教你的第一课，跟不同的人相处。比课本上的知识还实用。说到课本，阿杰，你上大学最怕什么课？高等数学，简称高数，我大学4年的噩梦。高数确实恐怖。我们专业虽然不考高数，但有统计学，也够让人头疼的。每次上高数课，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大堆公式，我在下面写了一大堆问号。你挂过科吗？别说了，大一上学期高数考了58分，差2分及格。58分？那也太惨了吧，差一点点就过了。对，这种感觉比考30-40分还难受，因为你会一直想，要是我再多做对一道题就好了。后来补考了？补考了，拼了命复习了1个星期，最后过了。1个星期能把1学期的内容补回来？也不是全部补回来，就是把最可能考的重点集中背了一遍，再加上补考一般会简单一点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临时抱佛脚。没错，虽然老师都说不要临时抱佛脚，但你看看考前1周的图书馆，全是在抱佛脚的人。我也一样，平时觉得还早，等到考前2周突然慌了。你翘过课吗？偶尔，但也不是故意的，有时候真的起不来。早上8点的课是最大的考验。对，尤其是冬天，闹钟响了以后，我和床之间有一场激烈的战斗。最后谁赢？大部分时候是床赢了。哈哈，我也一样。我大学的时候，早上第1节课的出勤率永远最低。最怕的就是翘课翘到一半，突然收到同学的消息，说老师今天点名了。那一瞬间心都凉了。还有更离谱的，有的老师会随机点名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哪天会点。我们有个老师更狠，他不点名，但是上课中间会发一个2维码让你扫，限时30秒。30秒？那就算坐在教室里，网络不好都来不及扫。所以大家上他的课，手机都握在手里，随时准备扫码。说到选课，你有没有选到过那种特别坑的课？有啊，大2的时候选了一门课叫电影鉴赏，听名字觉得特别轻松，就是看电影嘛。结果呢？结果每看完一部电影都要写3000字的影评，期末还有一篇5000字的论文。天哪，那哪里是鉴赏电影，明明是被电影折磨。从此以后我就学乖了，选课之前一定要先打听清楚。我们现在选课都有一个秘诀，先去问大3、大4的学长学姐，对，他们的评价比课程简介靠谱多了。阿杰，你大学参加过社团吗？参加过，大1开学的时候不是有百团大战吗？对，各种社团摆摊招新，操场上热闹得像过年。我当时一口气报了3个社团，摄影社、辩论队，还有一个读书会。3个？你不是爱人吗？怎么报这么多？大1的时候还没那么爱，而且每个社团都有学姐在门口拉人，我不好意思拒绝。摆摊大战最可怕的就是这个，你走过去就被拦住了。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读书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读书会不用社交啊，大家各看各的书，偶尔讨论几句，特别适合我。太符合你的爱人风格了。摄影社活动太多，每个周末都要出去外拍，累得我够呛。辩论队就更不用说了，训练强度跟军训差不多。但辩论应该对你的表达能力帮助很大吧？确实，那半年辩论队的经历让我学会了怎么有条理的说话，这个能力到现在工作了还在用。
我参加了舞蹈社和志愿者协会。舞蹈社很适合你，你这么有活力。每周排练2次，虽然累，但跳完以后特别解压。志愿者协会都做什么？我们去社区教小朋友画画，去养老院陪老人聊天，还有一些环保活动。这种经历很有意义，而且以后写简历也是加分项。我们辅导员也说了，用人单位越来越看重你在大学里做了什么，光有成绩是不够的。对，大学生活不只是上课和考试，课外的这些经历有时候更重要。接下来必须聊一个所有大学生都关心的话题：食堂。食堂是大学的灵魂所在。我们学校有3个食堂，最受欢迎的是2食堂，因为有麻辣烫和各种盖浇饭，而且阿姨打菜特别大方。打菜大方的阿姨可遇不可求啊！我们学校有个阿姨，打菜的手抖得像在练太极，最后到你碗里的菜就剩一半了。手抖阿姨全国都有。我跟你说一个绝招，你夸阿姨一句：“阿姨，你今天头发好好看。”她给你的菜绝对多1倍。这个方法我试过，确实有用，但你不能天天用，不然阿姨会觉得你太假了。那你轮着夸嘛，今天夸头发，明天夸衣服。你这是把食堂打菜当成一门社交学了。在大学，食堂就是社交的第一现场。说到食堂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占座。食堂占座还好，图书馆占座才是真正的战场。对，尤其是期末考试前，图书馆的座位比演唱会的票还难抢。你们也是早上排队那种？我室友每天早上6点就去排队，占好位子以后回宿舍吃早饭，再去上课。这也太拼了，他不困吗？他说习惯了，而且如果不去站，8点以后就完全没位子了。我那时候不太爱去图书馆，我比较喜欢在宿舍学习。你在宿舍能学进去，不会被室友影响吗？会，所以我的效率不太高，但至少不用抢座位。你这就是典型的爱人思维，宁愿效率低一点，也不想跟一群人挤在一起。被你看穿了。阿杰说个大学里大家都经历过，但不太好意思提的事，你大学谈过恋爱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因为大学生活肯定绕不开这个话题啊。好吧，大2的时候谈过一段，后来毕业就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北京工作，我在上海，异地太难了。大学情侣毕业以后能走到一起的真的不多。是的，不过那段经历也教会了我很多，比如怎么跟人沟通，怎么处理矛盾。大学真的是一个全方位成长的地方，不只是学知识。你呢？你现在有没有？这个我们不聊，下一个话题。好好好。最近我们班讨论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以后怎么办？考研还是找工作？对，这2个选择就像站在一个岔路口，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你现在倾向哪个？我还没想好，有时候觉得考研可以多学2年，不着急面对社会；有时候又觉得早点出来工作，积累经验也不错。你的纠结我太理解了，当年我也是这样。你身边考研的同学多吗？很多，我们班超过1半的人都考了。考上的多吗？第一次考上的大概1/3，还有一部分人选择2战。2战就是第2年再考一次，对吧？对，还有3战的，就是考3次。3次，那心理压力得多大啊？确实很大，所以考研这件事一定要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考。你为什么没选择考研？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种能在教室里坐得住的人，读书读了10几年了，我更想早点出去看看社会是什么样的。那你找工作的时候顺利吗？不太顺利，大4那年参加了好多场招聘会，
投了几十份简历，面试了10几家公司。最后怎么找到现在这份工作的？其实是一个学长推荐的，他在公司工作了1年，内部有名额就推荐了我。所以人脉也很重要啊。非常重要，大学里交到的朋友，以后说不定就是你的贵人。现在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了，我有时候想想就很焦虑。别太焦虑，你现在才大2，还有很多时间准备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趁大学多去实习，不一定要找多好的公司，关键是了解各个行业到底在做什么。我暑假也打算找一份实习，先试试看。另外，也别只顾着学习和实习，大学里那些看起来没用的事情，交朋友、参加社团、出去旅行，其实对你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。你觉得大学生活最值得怀念的是什么？自由，上班以后你就知道了，你再也不会有那么多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了。你之前不是还说大学很苦吗？军训、挂科、通宵复习什么的。苦是苦，但那时候你只需要操心学习，不用管房租，不用通勤，不用看老板脸色。这么一听，我现在真的应该好好珍惜。对，尽情享受，多尝试新东西，多认识不同的人，这些都是大学才有的。我会的。等我毕业以后，一定不会后悔这几年虚度了。你这么有活力，肯定不会虚度的。那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聊的大学生活，虽然有军训的苦，考试的怕是有的磨合，但也有社团的快乐，食堂的回忆，还有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。大学就像一个小社会，你在里面学到的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，更多的是怎么跟人相处，怎么面对挫折，怎么做选择。所以正在上大学的同学们，好好享受这段时光吧。已经毕业的同学们，你们最怀念大学的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哦，每期都有新话题等着大家。如果你身边也有正在上大学的朋友，可以分享给他们看看。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大白话中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下期见，祝大家期末考试都顺顺利利，不挂科。